1952年10月9日，由黑泽明执导并与桥本忍、小国英雄共同担任编剧的电影《生之欲》在日本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30年未曾缺勤过的模范小官僚渡边勘治，某天得知自己罹患胃癌而时日无多后，不得不在病痛的折磨和残酷死亡的催逼下，重新审视自己极端麻木与枯燥乏味的一生，并最终在死亡到来前寻回生命的真正意义。电影上映后即在日本引起轰动，并斩获日本每日电影最佳影片奖、电影寻报年度最佳影片奖、柏林影展特别奖等各类奖项。电影史学家、首位获得普利策批评奖的影评家罗杰·伊伯特曾说，这些年来，他每隔5年左右就会看一遍《生之欲》，每次都令他感动，让他思考。随着年纪越大，主人公渡边看治看起来就越不像一个可怜的老人，而是像我们每一个人。这部被《时代》杂志列入影史百家名单，被誉为黑泽明人文主义巅峰之作的影片，恰恰改编自本期要聊的小说托尔斯泰经典中篇伊万·伊里奇之死。这本鼎鼎有名的小说取材于一位真实人物，即托尔斯泰本人非常熟悉的图拉法院的法官伊万·伊里奇·米奇尼科夫。他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熟知的身份，即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伊利亚·米奇尼科夫的哥哥。托尔斯泰妻子的妹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伊万·伊里奇·梅奇尼科约有36到38岁。他不了解他的过去，看起来似乎是个律师。他先于妻子去世，正是伊万·伊里奇之死中主人公的原型。后来他的妻子告诉他，他临终前的想法是说他的生活是徒劳的。他把这些想法传达给了托尔斯泰。从1882年到1886年，托尔斯泰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只有4万字的中篇故事。自此以后，一切刻画死亡的艺术作品再度似乎都在难翻越伊万·伊里奇之死这座大山。托尔斯泰以其深刻的对痛苦的体验、对人生的经验以及对死亡的沉思，将一个濒死之人万般复杂的心理历程清晰而又真切地展示给读者，并通过这场可怕的死来逼问生的含义。因为只有死，才能将一个人从日常存在中彻底剥离，迫使他用最诚挚的态度审视自己周围的人以及过去的生活。小说全文一共12章节，大致可分为死后、生前以及濒死3部分。小说刚一开篇便是伊万·伊里奇死后的场景。在法院大楼，几个审判委员争取在办公室里审理文件，其中一个说道：“伊万·伊里奇死了。”这一消息立刻在死者生前的同僚间引发讨论。大家都很尊敬这个人，也很爱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种闻者伤心、听者落泪的哀悼惋惜声中，人们心下没有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按推测，如果伊万·伊里奇死了，那上头就会派别人来替补他的职位，而别人留下的空缺将由另一些人来递补。于是费多尔想到，那他大概就可以得到施塔贝尔和温尼科夫的位置。这次晋升可以使他增加800卢布的年薪，外加一个办公室。彼得·伊万诺维奇想的则是，现在他可以把内地从加鲁加调过来，太太一定会高兴的。伊万·伊里奇的死，除了引起众人对自己职务变化上的猜测外，还在其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激发出一种难以表达的庆幸。每个人都察觉到了，但谁也说不出口，那种感觉就是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办公室的闲谈结束，他们现在还必须去履行一场非常无聊的体面活动，即参加葬礼、探望寡妇。当彼得·伊万诺维奇，也就是死者生前最要好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伊万·伊里奇家里时，站在棺材前，小说第一次正面描写了一番伊里奇的样貌。原文写道：如同躺着的死人一向给人的感觉那样，死者躺在那显得特别重。他的僵硬的躯体死气沉沉地陷进棺材中的垫子里，总是朝前弯着的脑袋被放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如同所有的死人那样朝前凸着，塌陷下去的鬓角突突，鼻子高耸着，仿佛是被硬装在上嘴唇上面似的。自从彼得·伊凡诺维奇上次看见他以来，他变了不少，变得更瘦了。但是像所有的死人一样，他的脸变得比活着的时候漂亮了些，主要是显得更庄重了。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凡是该做的事他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对。此外，在这表情中还有一种对活人的责难和告诫。在彼得·伊万诺维奇看来，这种告诫是不合适的，至少是与他无关的。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有点不快，便再次匆匆地画了个10字，转身向门口走去。死者的妻子费多罗夫娜走到彼得·伊万诺维奇身边，叹了口气说想和他谈一会。两人于是朝里面的房间走去。灯光昏暗，他俩在桌边坐下。在死亡的肃穆气氛中，死者的遗孀掏出一块干净的玛莎手帕，哭了起来。她跟彼得·伊万诺维奇讲丈夫死前的痛苦，说她痛苦极了，指着嗓子喊了3天3夜。这让彼得·伊万诺维奇不寒而栗，但他随即安慰自己，这种可怕的事绝不会落在自己身上。死者太太哭了一会儿，接着话锋一转，说出了她找彼得·伊万诺维奇的真正目的。她想知道丈夫死后，她该如何向国库领取抚恤金呢？她装模作样的询问，但彼得·伊万诺维奇看得出来，实际上他什么都知道，连最微小的细节他都了如指掌，甚至就连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也清楚。他现在想问的，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钱？彼得·伊万诺维奇想了几个法子，最后还是说大概不可能弄到更多钱了。这位寡妇立刻换了一副面孔。彼得·伊凡诺维奇明白，他不打算继续谈话了，
于是识趣的起身向前厅走去。不久，仪式结束，彼得·伊万诺维奇乘车离开，去另一个同事家参加牌局。第一章就此结束。在这开篇的一整章里，托尔斯泰几乎没有对伊万·伊里奇进行任何有关的描写，而是独立地展示了一个活人们生存的世界是如何同往常一样像机械般平稳运行的。这种生存状态在死者妻子与彼得·伊万诺维奇关于抚恤金的交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两人的对话正表明，似乎人活着只要还处于社交中，那么这种心知肚明、你来我往的心理较量就一刻也不会停止。假若伊万·伊里奇没死，那么他的生活自然也不会跟这有多少不同。当人们站在死者棺材前，闻着神香、尸体和石碳酸的气味，并在胸口画十字时，小说着力表现的仍是他人视角下的死亡场景。这种葬礼仪式可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种种感受，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感受可以跟死者自己临死前体验到的相提并论。其后的11章，所有无关人员皆被隔离在死亡的围墙之外，全部的笔墨都将用在伊万·伊里奇一个人身上。这里没有杂音，也没有原著，只有肃穆的死亡，孤独的内部视角下的死亡。从第2章起，小说正式进入人物世界。托尔斯泰上来便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伊万·伊里奇的一生。伊万·伊里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接着便是2章详尽的生平介绍。伊万·伊里奇去世时45岁，任职高等法院审判委员。他生于官宦家庭，父亲是枢密顾问，有3个儿子。伊万·伊里奇被家中视为次子，大哥在另一个部里任职，官场得意，弟弟则在铁道部供职，生活都不太顺遂。此外，家中还有一个妹妹，嫁给了彼得堡的一位官员。少年时代，伊万·伊里奇在法律学校以优良的成绩完成学业。他办事干练，和蔼大度，善于交际，既不像他哥哥那样冷漠，也不像他弟弟那样鲁莽。他介乎两者之间，聪明、灵活，讨人喜欢，而且彬彬有礼，同时又能严格地执行他认为是属于自己职责的一切，并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毕业后，在父亲的安排下，伊万·伊里奇动身去外省任省长、特派员。他努力工作，谋取晋升，适度的寻欢作乐。虽然个人娱乐方面比较轻浮，但对待公务却极其谨慎，公事公办。社交上他灵活多变，妙语横生，在官场如鱼得水。他慢慢学着去屈从地位高的人，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和对生活的看法，以此来结交人脉。不过他奉承高位之人，却从不留下把柄和口舌，因此也得到了许多身居高位的人的赞赏。供职5年后，一些新的司法机构建立，伊万·伊里奇被调往他省任法院预审官。这意味着过去5年积累的人脉化为乌有，一切得重新再来。但新的职位比特派员权力更大，于是伊万·伊里奇便欣然赴任了。到任后，他仍像从前一样规矩正派，公私分明。他待人亲切友好，彬彬有礼，但这并不是他天性如此，而是一番以利其享受，本可以用权力指使别人做事，但他反收着权力不用的快乐，就像皇帝微服私访时感觉到的那样。在新城市供职2年，伊万·伊里奇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学会了打牌，而且技术不赖。他会刊在舞会上认识了迷人的费多罗夫娜。他没有明确的结婚意图，但当费多罗夫娜爱上他时，伊万·伊里奇自问：是啊，为什么不结婚呢？何况高层的人也认为他该这么做，于是伊万·伊里奇就结婚了。婚后，他们过了一段幸福安宁的日子，轻松愉快，永远体面，直到妻子怀孕，情况才发生变化。在伊万·伊里奇看来，妻子总是无缘无故地向醋发脾气，对一切吹毛求疵，还总让他难堪和说一些不愉快的话。这严重违背了伊万·伊里奇对生活最基本的要求——体面。必须保持体面，可是现在一点也不体面。他尝试摆脱困境，带朋友来家里打牌，无视妻子的心理状况，只顾着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当妻子忍无可忍，指着伊万·伊里奇破口大骂时，伊万·伊里奇才明白，娶个妻子原来并不能保证生活变得愉快，相反还可能让生活变得更糟。伊万·伊里奇积极寻找对策，最终他发现只有公务能令他脱身。妻子越是苛刻，他就越将生活的重心移到工作上。他开始把家当成一个只是用来吃饭、睡觉、给他提供舒适床铺的地方。如果这里有埋怨的声音，他就立即钻进公务中，迅速与家庭隔绝开来。过了3年，热爱工作的伊万·伊里奇又被提拔为副检察官，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反过来又使伊万·伊里奇更加喜欢工作。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出生，妻子也变得越发唠叨暴躁，但伊万·伊里奇对此视若无睹，充耳不闻。7年后，伊万·伊里奇再次被调到新的省份任职检察官。他们搬了家，虽然薪酬更多，可是开销也更大了。伊万·伊里奇开始越来越少地跟家人待在一起。他有公务在身，而且权力巨大，下属们对他俯首帖耳，毕恭毕敬。法院要比他家里充实得多，也令他愉快得多。婚后17年，伊万·伊里奇已是一个老检察官。他看中了一个更理想的职位，但那个职位却被别人捷足先登。为此，他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吵了一架，随后遭到上司的冷落，又错过了下一次提升的机会。那一年，伊万·伊里奇诸事不顺，生活困难，薪资无法维持家庭开销，妻子唠叨起来没完没了。
他入不敷出，开始负债。到了夏天，伊里奇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动身去彼得堡准备活动一番，谋求一个年薪5000卢布的职位。恰逢机关人事变动，幸运的伊里奇取得了意外的成功。他不仅拿到了5000卢布的年薪官职，还连跳了2级。他那被搞糟的生活重新恢复原本应有的愉快和体面。他兴致勃勃地做着搬家计划，跟妻子的关系又像刚结婚时那样，甚至比那时还紧密了。9月，他独自赴任，带着愉快的心情，为家人寻觅了一座非常好的住宅，像结婚时装修新房那样，他精心布置着新家的客厅、书房、壁炉等等。他期望这个房子最后以一种高贵典雅的样子呈现在家人面前。某天，他挂窗帘时不小心从高处跌落，腰部撞了一下，疼了几天，但他全不在意。他写信给家人说，感觉自己年轻了15岁。10月中旬，他把家人接来新居，听着他们连声的夸赞，他得意非凡，满脸放光。他还笑着给他们表演自己是如何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定居后，伊里奇的生活再次充实起来，轻松愉快而且体面。他9点起床，喝咖啡，读报，然后穿上制服，乘车去法院。工作上的事，他驾轻就熟；公务间隙，他抽烟、喝茶，谈论政治和打牌。下午如果没有客人来访，他就看书；晚上则读小品、对照供词等等。总之，伊里奇带着特别好的心情，体面地生活着。可就在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时，伊里奇却总觉得嘴里有股怪味，腹部的左侧也有点不舒服。后来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严重，渐渐变成了隐隐作痛。而这种冷不丁就冒出来一下的疼痛，又让伊里奇神经紧张，坏心情也随之加剧。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跟妻子吵架，好像吵架能帮他分散一些疼痛似的。每到吃饭的时候，伊里奇就莫名火大，嫌弃餐具破损，饭菜不合口味，女儿发型不对，儿子把胳膊肘撒在桌子上等等。开始妻子还会和他争论，慢慢的妻子明白这是一种病态。伊里奇也承认都是腹部不舒服引起的。妻子说有病就去治，并要求他去找名医看看。伊里奇去了。在医院里，他头一次感到自己任人摆布。在医生面前，他丝毫没有交涉的权利，正如他在法院对被告装腔作势，现在这位名医也对他装腔作势。他只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病情危不危险，但医生总是绕开这个话题，不予理会。在医生眼里，当下急需判定的是肾异位还是盲肠炎，而不是伊里奇的生和死。医生倾向于是盲肠炎，但假如验尿之后又有新的发现，则再重新分析。所有这一切都与伊里奇曾千百次做过的一模一样。在法院里，他也总是以这种无懈可击的方式对被告宣布他的判决。现在医生也同样出色地做出了总结，并且得意地从眼镜上面望了被告一眼。面对医生的冷漠，伊里奇感到极大的愤怒。临走前，他不甘心，又问了一遍，这病到底危不危险？医生说，我已经把我认为需要告诉您和适合告诉您的都告诉您了，以后的情况等化验结果出来就知道了。伊里奇垂头丧气地走在街上，眼前的一切在他看来是那么凄凉。他将医生晦涩不清的话和自己片刻也不消停的疼痛联系起来，得出了情况很不好的结论。他便怀着一种新的沉重心情注视着这种疼痛。回到家，他严格执行医嘱，密切地关注自己的疼痛。人们的疾病和健康成了他最在意的事。每当有人在他面前谈论病人时，他就竖起耳朵留神细听，然后将听来的病症跟自己的病做对照。伊里奇努力让自己相信他已经好些了，但是一遇到不快的事，他立刻就感到自己病得很重。他变得悲观绝望，怨恨起那些倒霉事和令他不快的人。他需要安静，可一旦安静下来，疼痛敲击他腹部的声音就充斥着整个房间，令他坐立难安。疼痛一直折磨他，而且不断加剧，变成经常性的了。嘴里的气味越来越怪，食欲和体力每况愈下。伊里奇再也无法欺骗自己，他愈发心不在焉，疑神疑鬼。肉体疼痛和内心恐惧，他连个诉说的地儿都没有。夜幕降临，他成宿的因疼痛无法入睡，可是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就连伊里奇自己也觉得他的病妨碍了家人，他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死亡的最边缘。又过了1-2个月，伊里奇瘦得脱了形，一眼看去已是病入膏肓之人。他仍按时服药，时而觉得好了一点，可每当他这样想时，紧随其后的就是更强烈、更持久的疼痛，毫不留情地把他的幻想打回原形。他摸着腹部呼喊着又来了，又来了，永远都不停止。长久的病痛折磨终于让伊里奇认清了现状。他自言自语道，问题不在盲肠，也不在肾，而是生与死的问题。是的，有过生命，可是他正在离开我，而我却没法留住他。是的，何必欺骗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难道大家不是都看得清清楚楚吗？问题仅仅在于还有多少天罢了。也许就是现在。过去是光明，现在却是一片黑暗。过去我在这里，现在需要到那儿去。到哪儿去呢？如果我不在了，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那么当我不在的时候，我又在哪呢？难道是死吗？
不，我不想死。他猛地坐起来，随后又倒下，倒在枕头上。何必呢？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听见门外传来的歌声，于是又想到，可是他们也会死的，这帮傻瓜。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一样要死的。可他们却还在得意。这些畜生，愤怒使他窒息，他感到痛苦，难以忍受的痛苦。不可能是所有人都命中注定要承受这种极端的恐怖吧？他把祝福被撞倒，此时此刻所经历的一切又拍了一遍，感到绝望。他气喘吁吁地仰面倒下，等待死亡来临。在内心深处，伊里奇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可是他无法理解，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呢？为什么此前从未有过这种会像别人一样死掉的感觉呢？他极力去除这个想法，认为这是错误的、病态的。他不断用另一些想法取代这一想法，并试图回到从前的思路上去。这些思路过去曾为他遮挡关于死的想法，可是现在一切都无效了，什么都拦不住死亡。无论他思考什么，死亡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其穿透。他回到法院，希望借助工作保持清醒，振奋精神。曾经他就是靠工作逃避家庭责任的。可是当他坐在小品前，腹部的疼痛射得他心神不宁。最糟糕的是，疼痛之所以要引起他的注意，并不是为了要他做什么事，而是要他什么都别做，就待在那里看着他，正视他。这是伊里奇觉得难以形容的痛苦。有时他会走到客厅，看着窗帘，心里觉得就是为了这个窗帘，我牺牲了生命。果真是这样吗？多可怕，多愚蠢啊！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可是却成了事实。患病的第3个月，在医生建议下，伊里奇开始服鸦片注射吗啡，因为疼得实在受不了。无论是妻子、女儿、儿子，还是他的朋友、同事、医生，现在所想的都是伊里奇是否能尽快地腾出位置，使活着的人摆脱因他的存在而产生的麻烦。随着病痛加剧，他也没法正常如厕，只能使用特殊的供大便用的装置，每次使用都是活受罪。他最在乎的体面生涯，如今早已云消雾散了。但万分不幸之中，多少还有一点另伊里奇欣慰之事，那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男仆格拉西姆。这个仆人性格开朗、单纯善良，总是乐呵呵的。当伊里奇坐在马桶上起不来时，格拉西姆就抱起他，给他提裤子。伊里奇问：“做这种事肯定感到很不愉快吧？”“请原谅我，我没有力气。”格拉西姆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哪的话？老爷为什么不伺候您呢？你有病吗？”当伊里奇躺在床上，发现腿抬高点疼痛会减轻时，格拉西姆就把他的腿担在自己肩上。伊里奇喜欢跟他聊天，所有其他人身上的健康和活力都让伊里奇反感，但格拉西姆的健康反倒让他感到安慰。这是因为事到如今，伊里奇已经再也受不了人们说假话，尤其是所有人一起默认的假话。他知道自己快死了，可是大家都跟他说会好的，只要安心养病就会好的。他受不了的是，明明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是，他们就是不肯承认。他们明知他的病情险恶，却还要对他说谎，还想迫使他本人也参加说谎。谎言在他临死前对他所说的这种谎言，这种把他的死这样一件可怕的、庄严的行为，同他们所有那些琐碎行为降到同一水平的谎言，使伊里奇感到极大的痛苦。他多次想朝他们大喊：“别再说谎了！你们心里清楚，我也知道我马上要死了，那就请你们至少别再说谎了。”但是他从没勇气这么做，因为伊里奇知道，这些人对他做的事，恰恰就是他本人毕生信奉的体面，而这种体面，现在居然将他可怕的死贬低到了一种极不愉快的偶发事件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伊里奇愿意跟格拉西姆聊天，只有格拉西姆不说谎，只有他会跟他说，我们大家都是要死的，为什么不伺候您呢？有时伊里奇经过长时间的痛苦后，虚弱地躺在床上，只希望有人能像对待生病的孩子那样来可怜可怜他，为他哭泣，但是从来没有。当他的同僚们来看他的时候，伊里奇反而习惯性地摆出严肃老成的样子。这种存在于他周围以及他自身之中的虚伪，极大地毒害了伊里奇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开始呻吟，一会闪出一点希望，一会绝望的大海又狂风巨浪，永远是疼痛，永远是苦样，永远是一成不变。独自待着，凄凉的可怕。他想叫个什么人来，但他又知道，瞧着别人，他心里会更难受。又是几天，死亡变得越来越近。伊里奇处在痛苦的昏睡之中，他觉得自己被塞进一只又窄又深的黑口袋里，而且越来越深地塞进去，然而就是塞不到底。这件可怕的事是在他极其痛苦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又害怕又想钻进去，既挣扎又在帮忙。突然，他失足跌下去，跌倒了，醒了过来。伊里奇再也忍不住蜷缩着，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他哭自己的孤苦无助，自己可怕的孤独，人们的残酷，上帝的残酷，以及上帝的其他与不顾。他不断地追问上帝：为什么你做这一切？为什么要如此可怕地折磨我？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后来他安静下来，不再哭泣，全神贯注地倾听一个声音，他内心的声音，思想的动静。他想像从前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地活下去。
他开始在自己心中逐一回想他曾经愉快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可是那些时光除了童年以外，现在看起来却全部像他当时所体验的那样。他越是往前追忆，就越是愉快，而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那些欢乐就变得越渺茫、越可疑、越令人生厌。接着是乱作一团乏味的生活，死气沉沉的公务，为金钱没完没了的操心。1年、2年、10年、20年，永远是老一套。看似在步步高升，可生命却从脚下一步步的溜走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不应该这样啊！生活不可能是这样毫无意义，这样丑恶。如果生活真是这样毫无意义，这样丑恶的话，那又为什么要死，而且死得这样痛苦？到底哪里不对呢？也就是在这一刻，伊里奇猛然意识到，或许我过去生活的不对头吧。可是哪里不对，他又想不出来。我无论做什么都兢兢业业的呀，为什么要审判我？为什么这一切这么恐怖？到底为了什么？不管他怎么思索，他还是找不到答案。他一想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生活的不对头，都是因为他一生都循规蹈矩，他就不敢再往下想了。又过了2个星期，伊里奇已经彻底起不来了。他面对墙壁躺着，独自忍受无法解决的痛苦。每当他问真的要死吗，心里的声音就回答是的，真的。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一番。伊利奇在深不见底的可怕孤独中，只能靠回忆往昔过日子。他总是想起童年，他发现越是往前追溯，生活中的内容就越多，生活中的善越多，生活本身的意义也就越丰富。病痛越来越厉害，整个生活也越来越糟。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在那儿有一小点光亮，以后便越来越黑暗，而且黑得越来越迅速。他明白自己生活的不对头，可是他不能承认这件事。承认就意味着他要否定自己的一生，推翻自己奉公守法、循规蹈矩和品行端正的一生。他一面想着，一面仍然自问死，这是为什么呢？又过了2个星期，有天晚上，伊里奇望着格拉西姆睡熟的善良的脸时，开始慢慢承认，实际上自己的整个一生，自觉的一生就是不对头。他的公务、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庭，以及他对社交和公务的兴趣，这一切都可能是错的。他试图在自己面前为这一切辩护，可伊里奇忽然感觉辩护的理由太软弱无力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辩护的。他跟自己说，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才认识我毁掉了上帝给我的一切，而且已经无可挽回。他仰面躺着，开始逐一检查自己的一生。早晨，当他又看见女儿、妻子、医生的时候，伊里奇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他过去赖以生存的一切都是虚伪跟欺骗。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都不对头，这一切都是掩盖了生与死的可怕骗局。这一认识反倒加剧了他肉体上的痛苦。他把所有人赶走，疼得直打滚。从这一刻开始，接着就是3天不停的呻吟，让人听了毛骨悚然。真正的末日来了，可是他的疑惑还没有解决。整整3天时间对他而言不存在了。他在一只漆黑的口袋里挣扎，每分钟他都感到那使他无穷恐惧的事越来越近。他痛苦的是，他正在朝一个漆黑的洞穴里钻，而更痛苦的是，他钻不进那个洞穴。妨碍他钻进去的是，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是正确的。对自己一生的这种自我辩护，拽着他不让他前进，这就更使他痛苦不堪。突然，一股力量在他的左腹部推了一下，伊里奇就掉进了洞穴里。洞穴的尽头在发光，他忽然安静下来，自言自语，一切都不对头，但这不要紧，还可以再做对头的事。这是他临死前1个小时想的。他问自己，那什么才是对头的呢？他凝神细听，却感觉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睁开眼，看见了正在哭泣的儿子和妻子。伊里奇想到，是的，我让他们受折磨了。他想说原谅，但因为没有力气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像是原来。也就在这时，那些使他苦样和不肯走开的东西，从他的两边和4面8方一下子散开了。他既感觉不到疼，连死的恐惧也没了。没有恐惧，连死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光明。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突然说出声，多么快乐啊！他听见边上有人说了一句完了，他便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完了。他对自己说再也没有死。他吸进一口气，但是刚吸到一半就停住了，两腿一伸，死了。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晚年重要的死亡文学作品，也是他关于死亡沉思的集中体现。小说1/3的篇幅用在伊里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普通、最平常的，2/3的篇幅则用在但也是最可怕的。哪里可怕？托尔斯泰没直接点出，而是通过一场痛苦的死来展现。从世俗角度看，伊里奇这样一个高等法院的审判委员，无论是财富还是地位，都绝难称作普通与平常，甚至毫不过分地说，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托尔斯泰要追问的却是生活和生命的含义，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活过，什么样的生命才算是不辜负生活的生命。纵观伊里奇一生，他长于官宦家庭，家境不错，少年时代成绩优异，出类拔萃。毕业以后，官场之路虽谈不上平步青云，但也及时在相应年龄段得到了该有的晋升。然而，就像伊里奇死前想到的，他看似在步步高升，可生命却从脚下一步步的溜走了。为什么到头来一切看上去都不对头呢？
当他被死亡堵在孤苦无助的绝望境地时，伊里奇才惊觉，本来那些过往岁月里随处可见的潜伏着日常生活中的鄙俗与麻木、平庸和虚伪，处处都是随波逐流的放纵与不负责任，以及如同趋炎附势的趋炎附势。他的一生始终在遵循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的观念，用他们的行为准则来替自己的生活做筹划。他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判断，以及从未真实的存在过。直到他说出我回到了上天给予我的一切，而这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伊里奇才逐渐意识自己是充满罪责的。这一罪责可借用海德格尔与世的对话中的一段来阐述：此在良知的呼唤中领会，此在是别无所依的，此在是自己的可能性，此在即去生存。去生存是自己的事，是自己的命运，因而此在也就意味着对自己负责，对自己尽责，担当自己的命运。此在是有责的存在，可是在日常沉沦中，人死在没有承担起自己的存在和命运，而是轻率地将自己的一切交给常人或上帝去安排，也就交出了自己。日常自己对自己是未尽责的，是有罪。最本真的责任是对自己存在的责任。这便是伊里奇过去的生活最平常、最普通，但也是最可怕的所在。他从未对自己负责。当他决定不再使家人受苦，做的是他们也使他自己摆脱这些痛苦时，伊里奇感到没有死的恐惧了。他最后发微但动人的决断赋予了自己存在的意义，继而使自己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走出来，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伊里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明白了这件事，顿悟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而自身存在的意义一旦正确建立，紧接着就是可以去做对头的事。那什么才是对头的事呢？伊里奇同样也清楚了，但小说却戛然而止。随着伊里奇生命的逝去，救赎止步于一时的开悟，再没机会以实际行动的方式来弥补和回答。但这一回答在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中得到了延续。跟伊里希一样，主人公渡边看治也从没真实存在过。他麻木呆滞，在政府机关数十年如一日的过着盖公章、审公文、跟其他部门互相踢皮球的乏味生活。案头文件堆积如山，看似充实忙碌，实则全无价值，既单调又刻板，仿佛一潭死水。在得知自己罹患胃癌将不久于人世后，渡边看治同样经历了一系列一番以里奇撞伤腹部后所体验到的死亡恐怖。在如影随形的死亡逼问下，渡边看治才意识到过去的几十年全都是虚度光阴，是平庸和空洞。醒悟这一切后，渡边看治便延续了一番伊地气弥留之际的期望。一切都不对头，不要紧，现在可以去做对头的事。于是渡边康治顶着胃癌的折磨，拖着病入膏肓的躯体，放下颜面，奔调多个难缠的从不办实事的政府部门，将拖延许久但关乎民生的儿童乐园项目落实建设。雪夜竹编勘刺，他坐在建好的儿童乐园的秋千上，独自唱着凤尾船之歌。而这一场景正对应了伊里奇生前的最后一句话，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原来是这么回事，多么快乐啊！这便是对头的事。渡边看着笑着，死在了儿童乐园的秋千上。回到伊里奇之死，回到最初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活过？什么样的生命才算是不辜负生活的生命？这其中的回答，则是许三多说的：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诚然，生命没有贵贱，但生命的意义必有高低之别。最高级的生命价值体现，一定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推动社会发展；次之则做爱、悲悯、兼顾众生；次之要活出人味儿，不行尸走肉的度过一生。真诚、善良，助人力之所及的发光发热；反之，则是麻木、空洞、虚伪、欺男霸女、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作奸犯科，以致给全人类带来沉重的苦难等等。托尔斯泰在随笔集《生活之路》中说，为了让自己做一个好人，要经常提醒自己，你一定会很快死去的。只有真切地想象到你正处在死亡的前夜，你肯定就不会狡诈，不会欺骗，不会撒谎，不会指责谩骂、仇视他人，不会抢夺他人的东西。在死亡的前夜，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最简单的善事，帮助和安慰别人，对他们代之以爱。而这些事永远都是最需要而最快乐的事，因此想到死永远是好事，特别是当你误入歧途的时候。1910年11月10日，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为了摆脱虚伪的生活，为了实现按照自己的观点度过晚年的决定，从自己的雅斯纳亚布里亚纳庄园秘密离家出走。伴他同行的只有他的医生和小女儿亚历山德拉。途中，托尔斯泰感染肺炎，最后客死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室里。弥留之际，托尔斯泰说的最后一句话之一，正是这就是结局，什么也没有。一约如伊里奇死前说的，但我想一定还有前半句没说出口，那就是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多么快乐啊！